今天要来跟大家一起为2022年的子弹笔记排版年度设置啦。明年的子弹笔记本我也同样选购了 Paper Ideas 的本子，只不过这次尝试的是软面版。如果想要了解关于 Paper Ideas 的软面点阵本或硬面点阵本的话，之后可以点击右上角浏览看他们的开箱与实测视频哦。现在我们就开始来设置2022年的年度设定吧。首先是在第一页写上自己的署名，为了让多年以后的我想要在翻阅查找的时候，可以更快地获取每本书的相关年份信息，所以我都会习惯性的在第一页的下方写下年份的大标题。那我为2022年的自己设定的年份主题是 Advance， 希望自己还能继续多多的向他人学习，努力进取。然后因为我没有填写目录的习惯嘛，所以就在下一页写下总页数，并简单记录下页数的分配以及页面的大小与点阵的间隔数量。之后呢，我找了张卡片进行裁剪，作为活页版的 Keys and Color Codes。Keys 呢，就是子弹笔记里的重要灵魂之一，可以让我们快速了解各个待办事项的进程与类别。我已经有自己习惯使用的符号与色标了，所以就直接把今年的抄写过去。我个人是习惯画个方格代表个人的待办事项，三角形代表频道，圆形代表工作。若完成了之后呢，就会将其涂实，延期则会画个向右的箭头，画个斜线的话就是代表该任务已取消，星字号则代表笔记，感叹号代表需特别注意的或意外发生的事情，钱字号则是花费开销。子弹笔记里的符号呢，可以是简单基础款，也可以自行添加其他符号。像我的话，会搭配自己设置的色标去使用，作为更细致化的任务分类。如果想要了解更多可设置的符号，之后也可以点击浏览我之前的符号与色标的相关影片。这里有一段小插曲，刚刚写好了之后才发现，中性笔在这张纸卡上书写之后不易干，会走墨，所以只好拿了张白纸重新抄写后贴上去。刚刚也有说到是活页版的符号与色标嘛，所以就贴在页面的边缘。这样之后使用的时候，只需要把它打开，再翻到你需要填写的那页，一边参照一边填写，不必翻前翻后，使用起来就会更方便。用完了之后收折起来，则是一张风景画，不仅方便还好看哦。右边的页面呢，我写下了2022年的年度语录 Be you, just and only， 告诉自己只需要做好你自己，成为更好的唯一的自己。Just 除了有指示的意思，也有公正的含义，所以这句话也同时是在告诉自己说，要客观的去看待身边的每一件事，公正的去对待包括自己在内的每一个人。写到这里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B U J O？ 是的，这句话的灵感来源自我的频道名称 Jun Bujo 里的 Jun 是我的名字嘛。那名称里的 Bujo 除了是主打 Bullet Journal 的意思之外呢，其实同时也包含了这句我自写的语录含义。我这里还加了个 Infinity 的符号，象征着并希望着能够在接下来的每一年，发掘更多无限可能的自己。接下来就是略过3页的格式页，直接来到正式的点阵内页。一开始呢，就是写下 Goals。年度目标呢，可以根据个人的需求去进行分类。我自己的话是把目标分成4个类别，分别是个人成长、频道经营、健康生活以及钱财管理。之后再安排写入各个领域类别的目标，也可以找一些与目标相关的图片贴到左手边的位置。目标更生动和可视化，当然所定下的目标的合理性与可行性也必须着重哦。然后就是 Future Loss 未来制，顾名思义就是把预先为未来安排的事写在这里。
到了未来的该月份时，就可以把那些任务填写到该月的待办事项中。那我在这里先是画了个边框，横线与直线的交接处先空这一格，最后在 freehand 画上圆角的设计，然后再把跨页分成6格，写上月份数字以及草写英语式的月份标题。我前阵子买了一个万年历印章，现在就把它派上用场。如果没有印章的话，手写或月历贴纸打印月历贴上也是可以的哦。完成盖章之后，就把没有31日的相关月份用修正带盖掉。后2页也是一样的格式，只不过是下半年7到12月。然后把有节日的日期圈起来，再把对应的节日填写在下方。所以未来志除了是对未来进行规划与安排，同时也是一种提醒，提醒自己为节日做准备，或为家人朋友生日提前准备礼物等。接下来就是其他比较次要的偏向个性化的功能页。我首先设置的是 Memories， 用来记录2022年里发生的所有美好的事。再来就是 Watch List， 那以往我都是把 Movie 和 Drama List 分开填写的，但明年就想把它们2合为一。填写时写下名称，再记录类别、集数、评语等。我区分了30个，用来填写正在观看的节目，想看的就会写在便签贴上去。接下来是 Spending Logs， 记录每月的开销总结。我觉得理财也是生活中很重要的一个习惯和技能，所以每月都会总结自己的开销、收入和储蓄，了解自己的资金流向，学会积累财富。我的理财表格格式是最左边写下月份，然后画上符号区分类别。再来就是把各类别的消费相加后，用红笔写入消费总数，然后是用黑笔填写该月的收入总额，并把收入总额与消费总数相减取得的数额以蓝笔填入 savings。半年下来再做个上半年的全面总结，年末再做个全年总结。除了储蓄，我也会把一些钱财放到定期存款里，所以这里我设置了一页 Fixed Deposit 的记录页，格式为填写账号类别、线上或线下、数额、年利率、期限、预计利息、实际所得利息等。这样的表格可以用来提醒自己每项定期的截止或更新日期，也可以记录了解放置定期存款后所得的利息总额。接下来是自媒体内容管理页，适合像我一样有在经营自己小小平台或频道的。如果没有的话，也可以改成学业成绩或工作业绩的预期目标、未达标进行的计划、最终实际达成的结果等。那我自己的话是自媒体的内容规划，所以记录的是预期以及实际发布日期和内容标题。再来是各个频道的划分，然后就是在之后才设置排版的月计划，就来到了笔刷实测以及最后的密码提醒记录页，写下 App 名称，然后是用来登录账号的邮址，最后是密码。那为了避免书本意外落入陌生人手里后，让坏人有机可乘，我们填写密码时要切记别完完整整的写下去。大功告成，2022的子弹笔记设定就这样完成啦。不知道有没有设置到适合大家使用的页面呢？如果有的话，欢迎大家效仿尝试，之后可以分享到 IG Story 啊，或者小红书等 tag 上我，和你一起分享互动哦。还没加入子弹笔记阵营但有点心动的朋友们，也鼓励你们勇敢加入试试看呀。未来和我或其他高手大神们一起排版设置子弹笔记，让自己的每一天过得更充实、更有效率。规划与记录自己的生活，把自己的人生节奏掌握在自己的手里。那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里啦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喜欢这支影片的朋友，不妨给我点个赞。
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 Instagram 和小红书，以及打开旁边的小铃铛。也欢迎各位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你的看法与建议。同样欢迎各位提出你想看的设计主题或影片题材，希望我的影片对你们有所启发，一起做更好的自己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那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喽，拜拜。